微信与抖音在美国的2020年的经历注定会写上史册，而紧接着是更多持续的中美科技冷战，华为、苹果和高通等等。美国为什么要打击微信和抖音呢？美国华人圈里疯传的各种针对微信下架的对策靠谱吗？哪些领域和哪些公司会受连带的影响呢？未来20年的科技机遇在哪里？近期由宏坤美国主办、司董会合办的中美跨境圆桌，特邀来自美国和中国的行业顶尖人士云聚一堂，3位顶尖业内人士进行了精彩的观点撞击与分享。Cola King， 宏坤美国技术总监，在加入宏坤美国前，专注于供应链、物流和金融科技平台的规划与搭建。作为技术顾问，参与区块链金融技术公司 SWFTC 的项目开发。Hunter 林，北美购房网创始人及 CEO。北美购房网成立于2012年初，是一个专注于北美房地产投资的一站式服务平台，涉足北美住宅、商业地产和房地产开发业务，总部在西雅图，业务遍及美国及加拿大主要城市。高伟伟，知名国际传媒人 ，MGM 美高美传媒创始人，娓娓道来节目主持人，知名网络博主，微博、博客、自媒体号累计阅读流量超过2个亿。高伟伟移民美国20年，集传媒商业于一身，持续活跃于中美政界、商界、文化界，着力于建设国际传播能力，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为品牌注入新媒体时代的传播动力。感谢本次圆桌特邀主持阳光姐姐，司董会 Founder Fly High Talent CMO。司董会是一个聚集有全球视野的企业家平台，提供的价值包括人力资源、市场营销、品牌建设和商业渠道，立足于纽约曼哈顿。成员们会定期在线上、线下的私人会所进行会面交流。司董会利用中美两国强大关系网，帮助中资企业破局发展。结果还可以用，但实际上呢，我们看这2个企业，在美国的中资企业不在少数，但是为什么偏偏挑中微信和抖音来制裁？原因是这2个都是影响力颇大的社交平台，打击社交平台既对美国社会造成不了什么实际上的伤害，而又达到了最强传播的效果，正可谓是雷声大雨点小。技术托管如果在抖音上被允许了，那么这个解决方案会很快被应用到其他被打击的科技公司上。这也算是一种中美之间互利双赢的解决方式了。综合来说几个方面吧，首先把注册手机换回中国区是最好的，因为一旦下架，受影响最大的会是美国手机号注册的用户。万一要跟着禁令走，美国通信商可以让美国号码无法登录，所以根本影响的是这一部分的用户。我建议的方案是重新注册一个账号，或者说转移。微信登录不一定要用手机号，微信绑定一个直接的用户名就可以了。其次，这次禁令影响的仅仅是一部分苹果用户，安卓用户根本不受影响。另外，美国政府不可能建立一个防火墙，把所有 WeChat 都删掉，所以从技术上它是无法安全的把微信阻止掉的，只是让大家用得很不方便而已。当然，这也会导致一些微信在美国商业的活动和发展会减速，但对于核心用户及我们华人来说，我们要用的话一定能联系上，这个是肯定的。
结论是大家不用惊慌。如果只是希望与美国地区的朋友保持关系不断，那么我们可以用短信来代替。如果希望和国内保持通信，那蜂拥加各种其他通信软件，例如 Line、WhatsApp、Telegram 等，这些在国内也都用不了。这种替换其实是没有用的。大家很多时候误解为呢，它是可能美国。大家其实都担心华为会因为制裁而倒闭，但仔细看看华为，却好像影响不大。那为什么华为自己不担心呢？在2000年间，我在华为工作过3年，虽然对华为最新的进展不是很了解，但就以我了解的华为而言，其实我是不担心的。因为华为面对打压不是现在才有的，华为原来更弱小的时候面临了很多来自霸权竞争对手的打击，比如要求你的芯片供应商要供应我摩托罗拉就不能供应给华为等这类的要求。那个时候的华为公司内部就不断的在研发迭代操作系统，做能够在单板上实时运行的数据库等等。80%的研发并没有推向市场，但实际上过去的20年中，华为一直在做。但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呢，其实会发现呢，其实并不是，因为不管是微信分2方面来看，一方面实际上是对抗，你要治理我的公司，那我中国也要反制裁美国的公司。今天早上我有一个朋友在甲骨文被裁员了，不知道具体已经裁了多少人，但这个朋友被裁就说明对抗已经开始了，双方都会有敌意。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其实给了很多的中国公司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为什么这么说呢？传统上大家都知道，在高科技的行业，只有老大、老二或者是老三能够生存，前3名之外其实没有生存的空间，造成一个强者恒强的情况。现在不一样了，由于这个制裁，商家会去积极寻求备用方案，万一你不给我供货了，要怎么办？这时他们会找第2家公司备用，甚至更多，这将导致现在可能行业前10名的公司都有生存的机会，更多的公司可以拿到订单了。我想包括华为在内的很多企业都会意识到，光用英特尔的芯片可能是不行的，得扶持一些后面的供应商。其实你只要给他们一些订单，给他们一些支持，慢慢他们也就把这些技术赶上了。这样一旦发生紧急的情况，就有备选方案。华为自己也是这么成长起来的。20-30年前的华为产品其实是很糟糕的，那时候对于华为而言，朗讯、西门子、贝尔实验室这些产品要比他们好很多。在那个时代，华为的产品进不了主流城市，1线、2线根本不用想，进的都是4、5线的偏远地区。但在2010年的时候，华为的产品已经在中国所有的主流市场都占领统治地位。就是说，任何公司成长都需要一个周期的。我们又欢天喜地的，但现在到底是何去何从？我们现在心里还是蛮疑惑的。对于微信会不会被封的问题，这段时间我们海外的华人华侨像坐过山车一样的心理状态，因为微信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一个不可缺少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美高美传媒，很多新闻节目的发布平台，包括与国内团队的交流，都是靠微信来联系的。关于美国制裁微信和抖音，在美华人各持不同看法。娓娓道来节目有针对这个话题，对个别美籍华人进行采访。微信我活不了啊，做所有事情都有微信啊。那你觉得特朗普关这个合理吗？不合理啊。
我没本事，我有本事我把他给关了。以前我觉得我可能在发到微信上时间很多了，现在一下，如果微信没了，我还选择到底用什么软件好呢？其实我一直认为微信进不了 transaction， 就是你有交易，它才会正常的。它作为一个 APP 下载的一个软件，你交谈其实没有问题的。另外，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成立微信用户联盟的华人律师这段时间所做的努力。从8月6号特朗普开始宣布15天内要下架微信开始，这些律师8月8号就成立了一个微信用户联盟，是非盈利机构，用微信群号召大家捐款，包括公开这个款是怎么用的，然后现在打官司打到什么程度了等等。他们的团结让我非常感动。这个公司呢，是被国内的海尔公司全资控股的。所以这两个公司呢，其实在美国的市场美国这一连串的制裁，并打击不了中国企业出海的积极性。很多的中国企业慢慢由中国制造变成更有创新创造的能力，走入中国以外的市场。我们现在只开始看到一些少数的知名中国科技公司出海，但后面有成千上万的这种企业要带着他们的产品走向世界。他们通过尝试、失败和学习，不断优化、进步，越做越好，路越走越顺。如果美国阻断了中国企业的进入，那么这种不友好的行为等于示范给了世界上的其他企业看，使得他们望而却步，更有可能导致这些公司放弃美国市场。未来中国企业出海将会演变得更加机智，并且看得更加长远。毕竟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会是人工智能、创新与科技领域里的导航者。不要忘记活动现场更精彩哦！观看更多活动解说，请订阅司董会 YouTube Channel CXOAT。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